is the new iPod Nano. That's what it looks like. iPhone. Giant Apple has died at the age of 56. Is iPhone 12 Pro, iPhone 13 Pro, iPhone 14 Pro Max, iPhone 15 Pro. These are the best and most capable iPhones we've ever made. 嗨，大家好，我是阿梅。你还记得上一次看 Apple 发表会看得真的心跳加速是什么时候吗？可能是 iPhone 第一次从简报中被介绍出来的那一年，可能是 MacBook Air 从牛皮纸袋里拿出来的那一刻，也可能是 Steve Jobs 站在舞台上用那种很慢很确定的语气说There is one more thing. 对很多人来说，那不只是一句话，那是一种期待，一种相信科技还可以突然变得很浪漫很不可思议的期待。可是今天的 Apple 发表会很多时候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更亮的萤幕，更快的晶片，更好的相机，更长的续航，更多的服务。 Faster. Faster. 然后网络上开始出现熟悉的留言， Apple 已经没有创新了， Tim Cook 只会卖更贵的 iPhone。 如果 Jobs 还在， Apple 不会变成这样。这些话你一定听过，甚至你可能也说过。但问题是，这样的判断真的公平吗？因为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就会发现 Tim Cook 接手的其实不是一家普通的科技公司，他接手的是一家公司，一个品牌，一种文化，还有一个被神化的人留下来的巨大阴影。2011年 Steve Jobs 离世那一刻，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没有 Jobs 的 Apple 还会是 Apple 吗？而站在这个问题中央的人就是 Tim Cook， 他不是产品舞台上的魔术师，他没有 Jobs 那种戏剧性的语气，也不像 Jobs 一样喜欢用几个字就把一个产品变成时代符号。 Tim Cook 更像一个安静的人，他说话温和，表情克制，擅长营运、供应链、流程改善、效率优化。这些字听起来很不性感。如果 Steve Jobs 像是点燃火花的人，那 Tim Cook 看起来更像是确保火不会熄灭的人。可是也正是这个看起来不那么 Apple 式的人，在接下来10多年把 Apple 带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他让 iPhone 成为现代生活的基础设施，他让 Apple Watch 从一个被质疑的配件慢慢变成健康科技的一部分，他让 Apple 服务业务成长成一个庞大的被动收入，他推动 Apple Silicon 让 Mac 摆脱对 Intel 的依赖，他也把隐私、环境、供应链责任变成 Apple 品牌叙事的一部分。但同时 Tim Cook 时代的 Apple 也不是没有阴影， App Store 的抽成与审查引发开发者与监管机构的长期不满，封闭生态让使用者享受顺畅体验，也让竞争者觉得被挡在门外。全球供应链的效率背后是工厂劳动、地缘政治和中国市场依赖的复杂现实。而 Apple 还有没有真正的大创新，也一直是外界挥之不去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不想简单回答 Tim Cook 是不是比 Steve Jobs 更好，这个问题其实太简单也太不公平。我们真正想问的是，当一家公司从创办人的个人意志走向全球制度化帝国时，它会失去什么，又会得到什么？而 Tim Cook 的故事或许就是 Apple 从青春期走向成年之后最真实的一段记录。如果你只看 Apple 发表会，很容易误会一件事，你会以为 Apple 的历史几乎就是 Steve Jobs 一个人的故事。这当然不完全错， Jobs 对产品的直觉，对设计的要求，对简报的掌控，确实塑造了 Apple 最迷人的那一面。但一家真正能把产品卖到全世界的科技公司，不能只有灵感，它也需要有人处理那些不浪漫却决定生死的事，例如零件要从哪里来，工厂怎么排产，库存要压多低，产品上市时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通路要怎么同时到位，当需求突然暴增，供应链要怎么不崩溃。这些问题听起来无趣也没故事性，但它们是科技产品从舞台走进每个人口袋之前必须通过的现实。而 Tim Cook 正是这种现实的高手。 Tim Cook 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他不是矽谷神话里那种从车库创业开始的典型人物，他的背景比较接近一位训练有素的营运管理者。他曾在 IBM 工作多年之后，也待过 Compaq。 1998年他加入 Apple， 那时候的 Apple 和今天我们熟悉的 Apple 完全不是同一家公司。
90年代末期的 Apple 产品线混乱，财务压力很大，外界甚至怀疑它能不能活下去。Steve Jobs 回到 Apple 后，开始砍掉混乱产品线，重新聚焦，而 Tim Cook 被找来，则是为了处理另一件同样关键的事，让 Apple 的营运系统重新变得健康。他做的事情很简单，包含减少库存、关闭部分自有工厂，建立更有效率的外包制造与供应链系统，让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出货变得更快、更准、更可控。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库存对科技公司这么重要。对一般人来说，库存可能只是仓库里放的商品，但对电脑与消费性电子公司来说，库存有时候就像正在融化的冰块，今天很新的零件，几个月后可能就过时。今天很热门的规格，下一季可能就被新的标准取代。如果公司预估错误，做太多卖不掉的产品，钱就会卡在仓库里；如果做太少，又会错过市场热度。Tim Cook 擅长的就是把这套系统调到极度精准。他让 Apple 不只是会做漂亮产品，也能把漂亮产品稳定、快速、大量的送到世界各地。这种能力在早期可能不容易被消费者看见，但等到 Apple 进入 iPod、iPhone、iPad 时代，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 Apple 卖的从来不只是单一产品，它卖的是一种你今天看到发表，几周后就能在店里买到，然后全球几百万人一起开始使用的规模感。Steve Jobs 负责让人相信产品值得等待， Tim Cook 则负责让那个等待真的能变成盒子里的产品。这就是 Tim Cook 在 Apple 早期的角色。他不是故事里最耀眼的那个人，但他像是在舞台背后默默把灯光、布景、机械、通路全部校准的人。而很多年后，当聚光灯突然打到他身上时，外界才发现，原来 Apple 不只需要一个会说故事的人，他也需要一个能让故事持续运转的人。如果要理解 Tim Cook 时代的 Apple， 有一个关键字不能跳过，生态系。这个词现在被讲到有点俗套，每家公司都说自己有生态系，手机有生态系，电动车有生态系，智慧家庭也有生态系。但 Apple 的生态系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真的渗进了使用者每天的生活。你用 iPhone 拍照，照片自动进 iCloud； 你戴 AirPods 接电话，用 Apple Watch 看通知，记录心率；你在 Mac 上复制一段文字，可以直接在 iPad 贴上；你在 App Store 买 Apple Pay， 订阅 Apple Music， 可能还用 Apple Pay 付款。这些功能单独看都不一定是革命，但串起来就变成一种很难离开的生活方式。Tim Cook 时代的 Apple很少再推出像第一代 iPhone 那样把世界一刀切成前后两半的产品，但他很擅长做另一件事，把每个产品之间的缝隙慢慢补起来。对使用者来说，生态系带来的是方便；对 Apple 来说，生态系带来的是粘性。你买了一台 iPhone， 可能下一个产品会是 AirPods， 买了 AirPods 之后可能会想要 Apple Watch， 工作需要电脑。而 Mac 因为和 iPhone 配合得好，就更有吸引力。最后你不是只买一个产品，而是进入一整套生活系统。这也是 Tim Cook 时代 Apple 商业模式最大的变化之一。Jobs 时代的 Apple 当然也重视整合，但在 Cook 时代，这种整合被推到更大规模，并且和服务收入紧密结合。Apple Music、iCloud、Apple TV Plus、Apple Arcade、Apple Fitness Plus、Apple One 这些服务背后的逻辑是让 Apple 不再只依赖你几年买一次新硬体，而是让你每个月、每一年都在 Apple 的系统里持续付费。这种收入模式对公司非常重要，因为硬体销售有周期， iPhone 再成功也不可能每年都高速成长，但服务收入相对稳定，也更容易被投资市场看成长期价值。不过 Tim Cook 时代真正让 Apple 展现硬体之外能力的不只是服务，还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产品方向。第一个是 Apple Watch。 2015年 Apple Watch 正式推出，一开始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它到底要干嘛。它是时尚配件吗？是 iPhone 的小萤幕延伸吗？是通知手环吗？还是运动装置？早期 Apple Watch 的定位有点模糊，甚至有人觉得它只是 Apple 想证明自己没有 Jobs 之后还能推出新品的象征。但后来 Apple Watch 慢慢找到了它真正的位置，健康配件、心率侦测、运动记录、跌倒侦测、心电图功能、血氧侦测等健康相关功能，让 Apple Watch 从手腕上的 iPhone 配件逐步变成一个贴近身体的健康装置。这里要注意， Apple Watch 不是医院里的专业医疗设备，
不同功能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法规限制，但它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把过去偶尔才会量测的身体数据变成日常的一部分。你不一定每天去医院，但你可能每天戴手表。而当科技从口袋走到手腕，它和人的关系就更亲密了。第二个是 Apple Silicon。2020年 Apple 宣布 Mac 将从 Intel 处理器转向自家设计的 Apple Silicon。第一批 M1 Mac 推出后，很多人真的感到惊讶，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快一点，它是在效能、续航、散热之间做出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平衡。对一般使用者来说，感受很直接，笔电变安静了，电池撑更久了，日常操作很顺，甚至一些过去需要厚重机器才能完成的工作，也能在轻薄 MacBook 上处理。对工程师和科技观众来说， Apple Silicon 更有深层意义。它代表 Apple 不是只做漂亮外壳与软体体验，它开始把晶片、作业系统、硬体设计、开发工具整合在一起。这就像一家公司不只设计房子，还自己决定钢筋、水管电路、门窗要怎么搭配。当所有关键部分都能一起设计时，就能做出外面标准零件组合很难达到的效率。这也是 Apple 最可怕的地方。它的优势不是单一技术，而是整合能力。手机、手表、耳机、笔电、服务、晶片、系统，每一块看起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彼此加分，最后形成一个很难被复制的整体。Tim Cook 不是以一个产品震撼世界来证明自己，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让 Apple 变成一张越织越密的网。你不一定会在某一天突然惊呼，但你会在很多年后发现自己生活里越来越多部分已经被这张网温柔地接住。影片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见 Tim Cook 时代 Apple 的核心轮廓。他不是 Steve Jobs， 他不靠舞台魅力，不靠 One More Thing， 也不把自己塑造成天才产品人，但他做了另一件同样困难的事，接下一间被 Jobs 神话包围的公司，并让 Apple 在失去创办人之后没有崩塌，反而变得更稳、更大，也更深入人们的生活。在前3章里，我们看到 Tim Cook 的能力，他从营运、供应链与流程出发，接下 Jobs 留下的位置，却没有模仿 Jobs。他把 Apple 从高度依赖个人意志的公司，慢慢推向更有制度、更团队化，也更能长期运作的组织。而他真正改变 Apple 的方式，不是靠单一奇迹产品，而是靠生态系。所有产品单独看，也许不一定每个都像第一代 iPhone 那样震撼，但当它们连在一起， Apple 就不再只是卖硬体的公司，而变成一套生活系统，一个你越用越方便，也越来越难离开的世界。所以第一步谈的是 Tim Cook 如何让 Apple 在 Jobs 之后继续前进，并将产品神话，变成一个庞大的平台与生态系帝国。但故事不能只停在成功，当 Apple 变得越来越大，它的每一个选择也变得越来越有重量。隐私是保护使用者，还是巩固平台权利？ App Store 是安全入口，还是昂贵的通行费？封闭生态是顺畅体验，还是竞争限制？供应链效率背后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代价？这就是第2步要继续看下去的地方。当 Apple 成为一个成熟、庞大、无所不在的科技帝国之后，它必须面对什么责任，又留下了哪些阴影？我是阿梅，我们下一部影片见。